25岁帅小伙第一次去相亲，女孩就向他提出要办一场隆重而又充满仪式感的婚礼。为了让小伙对隆重2个字有准确的概念，他直接把小伙领到了朋友的婚庆公司。像这种风格的婚礼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对于细节的把控呀、材质呀，包括整个空间的层次要求是比较高的。在费用这一块肯定是会偏高一些，至少的话就是在10万加。听到朋友的介绍，小伙着实被吓得不轻，他觉得10几万的婚礼有点太奢侈，严重超出了自己的心理预期。但这还不算完，女孩又表示将来婚宴要订在5星级酒店，而且婚纱必须要2、3万的定制款。婚纱的话，我一定要是属于自己的，不要去租。听到女孩这样说，小伙也就觉得女孩太过于物质，自己根本无法满足她的要求，并不是他要找的高富帅。你去找个有钱人去陪你慢慢过日子，给你完成这些你想要的婚礼啊什么什么的哈。先这样吧。看到小伙愤然离场，女孩也是尴尬的愣在原地半天没缓过来。女孩名叫张宁瑞，今年23岁，职业是一名幼师，月收入5000到6000元。小瑞身高1.65米，身材高挑，颜值出众，无论走在哪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但是她在感情方面却是一片空白，从来没有真正的谈过一场恋爱。如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爱情的种子也开始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于是小瑞就报名参加了一档相亲节目，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带给自己仪式感的那个人。而对于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小瑞也有明确的要求，不仅要阳光帅气、圈子干净，而且要孝顺会照顾人。既然有标准就好办事，节目组很快为他匹配了一位非常不错的男士。王先生今年25岁，目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，月收入6000到7000元。王先生性格内向，希望找一个性格强势一点，能够把自己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女朋友。毫无疑问，王先生无论从身高、长相、性格、收入各方面都和小瑞可以说是完美契合。红娘也感觉两人很般配，于是很快安排了2人见面。不出意外，刚一见面，双方就对彼此的印象非常不错。人比较和蔼可亲，然后挺干净的。他的形象呀、外貌啊，就感觉我就是比较符合的。随后的聊天中，小瑞也毫不客气，首先询问起房子和车子的问题，就是那种有房有车那个。王先生表示自己家里有2套房，但位置有点偏，至于车子更不是问题，随时可以入手。表面上看2人还真是天作之合，完美匹配，殊不知2人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眼看到了饭店，王先生便提议一块去吃饭，小瑞也欣然答应。你要吃点什么？我觉得今天天气这么热，然后我也吃不了多少，我们就随便吃点。既然随便一点，王先生也没多想，索性只点了2碗面。但小瑞却明显有点不高兴了，甚至觉得王先生有点太抠门。就是相亲的话，就我们是这样子，就我觉得我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注重那种仪式感。真的是女人心海底针，明明说的是随便一点，现在却又埋怨缺少仪式感。王先生听后虽然觉得有些尴尬，但也没说什么，表示以后有机会可以带他一块去吃大餐。小瑞也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过多纠结，于是直接步入了正题。就是我想自己弄我自己的婚礼，因为人生嘛，毕竟只有一次，我就一定要豪华一点，要浪漫一点。王先生听了也是直挠头，在他的脑海里对所谓的豪华婚礼根本没有什么概念。于是小瑞就提议到他朋友的婚庆公司，让王先生好好感受一下。王先生也没多想，就直接同意了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朋友的婚庆公司，小瑞的朋友也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当听到一场婚礼至少要10多万块钱时，王先生瞬间脸色就变了。小瑞的朋友似乎也没注意到王先生的情绪变化，于是接着讲起小瑞对酒店的要求。办婚礼的话，就你算下来大概有多少桌，就根据你的桌数要去订酒店。酒店这一块也是一个花费，因为他之前有跟我聊过，说是肯定是起步都是5星级酒店。王先生彻底被整无语了，他万万没想到对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但容不得他反应过来，小瑞又提出了新的条件。对了，男嘉宾，我还有想的就是婚纱的话，我一定要是属于自己的，不要去租，必须定制。对，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。王先生顿时感觉眼前的女孩太物质，可能并不是太适合自己，他更适合找一个有钱的男人。于是撂下一句好聚好散，便匆匆逃离了相亲现场。被留在现场的小瑞也很委屈，于是便找到红娘，向红娘解释婚礼费用并没有让王先生一人承担的意思，自己作为家中独生女，家里也会和男方共同来承担这笔费用。听到小瑞这样说，红娘决定再去劝劝王先生。王先生也感觉刚才确实有点失态，并为自己刚才不理智的行为向小瑞道了歉。没想到2人的误会刚刚解除，小瑞又提出去婚纱店看看的想法，王先生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只能一同前往。一到店里，小瑞就迫不及待地试穿了一件价值不菲的婚纱。婚纱它的售价是多少28800。王先生听到一件婚纱就要28800，吓得说话都有点结巴了。租一件这性价比度会比较高了，你可以做单件，也可以做套餐。最优惠的、最便宜的那种。不是那件啊，对，1000多呀。
还是可以嘛。就这样，王先生挑了一件1000块钱的婚纱给小瑞看，小瑞当然看不上如此廉价的婚纱，果断拒绝。我不太喜欢这样的设计款式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件婚纱比较便宜？我是单纯的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是真的挺好看的。我是觉得这些层次啊、这些纹理啊，这些。可是我就喜欢身上的这一件。男嘉宾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就说了，我们两个不要先提钱的问题。你这样说的话，真的就是很没有意思了。不出意外，两人再次在婚纱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王先生明确表示无法接受小瑞的消费观，为了避免尴尬和冲突，于是就在小瑞换衣服的空档，王先生果断选择了结束相亲。就这样，这场相亲也以失败告终。其实在这场相亲当中，没有谁对谁错，既不能说女嘉宾太物质，也不能说男嘉宾太抠门，两个人的根本矛盾点还在于三观上的不统一。大家说对吗？听说过奇葩的，见过抠门的，能够把二者完美融为一体的还真是不常见。不过今天这位相亲的男嘉宾可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堪称奇葩抠门界的开山鼻祖。我觉得今天也算是遇到一个奇葩了，我觉得。我不想在这吃，我觉得没必要，就是把钱呢花在刀刃上。还小气，然后性格有点极端了。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好 ，OK， 我希望你以后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人。好，谢谢你的参与。你们也可以不播。好 ，OK， 不想那么。好 ，OK， 我录不下去了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如果这位大哥相亲能成功，小编我给大家表演倒立拉稀。首先登场的女嘉宾名叫连连，今年28岁，职业是 KTV 经理。先不说长相如何，就这身材和气质足以迷倒一大片，但大哥却偏偏是那个例外。这个背影看起来还是挺苗条，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大哥你不是有点挑，你着实是有点作啊。这身材你还不满意，到底想找个啥样的？我喜欢稍微丰满，哎呀，这个词儿，我喜欢，没关系，我喜欢微胖型的。红娘听后也有点抓狂了，感觉男嘉宾即使不喜欢，也不该当着女嘉宾的面说出来，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。不出意外，当红娘问起连连对男嘉宾的印象时，连连对大哥也丝毫没有留情面。我觉得比较啰嗦。是的。为什么？就像刚刚你说的，他说很多话都要前面做很多的铺垫。我觉得其实作为男人嘛，没得啥子，你喜欢哪种喜欢哪种。我是怕伤到我，伤到你的心情。没有，我自尊心强大的很，你那点话伤不到我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失败的相亲，两人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。紧接着红娘就提出约见下一位女嘉宾，但是大哥却绕来绕去打起了太极，见与不见始终没有一句痛快话，这可把一向好脾气的红娘都给整急眼了。男嘉宾觉得你最大的问题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永远的顾左右而言其他，做你见而不见。你这么晚了以后，我得请你们这么多人吃饭，有好大一笔开销啊！好家伙，原来是把花钱啊！不得不说，大哥可真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，这小算盘打的是噼里啪啦响。红娘当即表示节目组有自己的工作餐，根本不需要男嘉宾负责。大哥这才放下心，同意与女嘉宾见面。很快，第二位女嘉宾就来到了相亲现场。从大哥翘首以盼的眼神里，不难看出，这次大哥对女嘉宾是相当的满意。这个比刚才那个稍微微胖一点啊。两人见面互相打了招呼，并做了自我介绍。当得知小韩是事业编制并且家住城区后，大哥更是喜上眉梢，出人意料的大方邀请小韩共进晚餐。于是两人来到一条美食街，边走边聊。看着眼前楚楚动人的女嘉宾，大哥显得格外兴奋，开始对着小韩发起连珠炮式的提问。我是参加公招考上的，你也是啊？你现在跟父母一起住哈？我买了房自己住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本科学历，我是本科。大哥表面上是想增加对小韩的了解，其实每句话都在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自己是多么的优秀。不知不觉，两人便来到了一家日本料理店。日本料理那个还是再看看啊，前面都在伺候看。我倒不是很饿，你估计饿了吧？没有，也不饿。大哥，你真好意思说啊？人家小姑娘陪你走了这么久，你不饿别人能不饿吗？就这样又兜兜转转了几大圈，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饭店，最终又回到了这家日本料理店。那我们上这几位吃饭呀？都一起吃？那就一起吃呗，都这么晚了，那一块吃了呗。你们也有工作差，大家一块都把账报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幸亏节目组意志够坚定，否则真就被大哥给套路了。眼看这样貌似好不成了，大哥只能极不情愿地走进店内。你消费一般多少钱一个人啊？156啊。我不想在这吃，我觉得没必要。不想在这吃，我觉得没必要。听到服务员说人均消费150，大哥吓得扭头就跑。但转头一想，如果真这样走了，势必会让女嘉宾觉得自己太抠门，于是灵机一动，也想对女嘉宾的情况也想有个真实的了解，就是她有没有编制这一点，我还是重视的。要说大哥，你能不能找个好点的理由啊？难不成不是公务员还没资格陪你吃饭呢？小韩也是被大哥的骚操作整得哭笑不得，于是大方地表示这顿饭由他来请。既然女嘉宾都这样说了，大哥如果再不进去，面子上就实在说不过去了，于是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原本想着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吃顿饭了，可
可是，在点菜环节，大哥又开始整花活了。我们的刺身非常新鲜。什么？我点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主要是来拍节目的。好了，主要相亲的。好了，行了，可以了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，非常新鲜，来一个吧。我不来了，我不是大款，实话实说，我找老婆也不打算找个经济适用的女生就行了。我看一下。小韩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于是接过了菜单。大哥嘴上说没事，随便点，其实心疼的在滴血。但服务员可不管那么多。你们的消费，达到最低消费，还没有达到最低消费。那这个费用我都直接问了，是我承担呀，还是你们节目组承担呀？我来之前我问了，我不想承担太多的费用。大哥终于没忍住，还是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话。他认为女嘉宾长得太漂亮了，不可能会看上他，也许吃一顿饭就没有下文了。言外之意就是这饭钱他不能出，他不想当那个冤大头。我的乖乖，大哥你咋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呢？红娘听后也是彻底被激怒了，难不成人家姑娘大老远跑过来就是为了吃你一顿饭？这个费用就算我们不出，他不出，我们栏目组或者说我个人，我都会来出这些。但是我拜托你，你面对一个女生的时候，拿出你一对。我遇到过骗子，就是饭托。不得不说，大哥这脸皮可真是够厚的。面对红娘的指责，大哥不仅没有丝毫羞愧，反而质疑起了节目组和女嘉宾。我感觉你们非要到北滨路，他点名来这儿，我感觉这里面可能是一个设计好了的环节，你们事前已经搁这商量好了，来这消费。真的不得不佩服大哥的神奇脑回路，就这逻辑推理能力，不去当侦探真的太可惜了。红娘也是听得目瞪口呆，直呼男嘉宾就是有被迫害妄想症。我觉得被害妄。小韩饭没吃着也是吃了一肚子气，最后终于忍无可忍，直接甩下300块钱离开了现场。相亲当中一定要互相信任，只有付出了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大家说对吗？相亲市场的男士有多么的不堪入眼，竟然能让一个女孩当场睡着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那你到门口吧。尽管红娘极力挽留，但女孩丝毫不为所动。走了，不想待了。其实事实并非如此。女孩名叫双双，今年29岁，是一个向往自由、渴望爱情的北漂。乐观活泼开朗的双双择偶标准虽然不高，但身处北京这个国际大都市，面临如今卷的不能再卷的相亲市场，长相平平的她仍然不能逃脱单身11年的命运。实事求是的讲，双双对自己另一半唯一拿得出手的要求就是月薪15000了。收入多少？收入15000以上。那房子呢？房子无所谓。户口呢？无所谓。相比于物质条件，他更加看重的是两人心灵上的契合。但红娘还是对双双的相亲之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因为人多，大家都比较挑剔嘛，大部分男生还挺以貌取人的，以年龄啊、外貌呀，这2点非常重要。事实也确实如红娘所说，身材长相并不占优势的双双，在相亲市场根本找不到存在感，反而颜值出众的闺蜜大受欢迎。看着闺蜜忙得不亦乐乎，受尽冷落的双双备受打击，回去的路上一言不发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双双对于自己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虽然我自己不觉得我不美啊，但是在他们的那个体系中我不是美的，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入他们的眼。于是他找到红娘，希望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相亲。红娘也没有让双双等太久，很快就为他匹配上了一位男士。男士名叫欧阳一鸣，今年30岁，是一名大厂程序员，目前月薪2万，性格各方面也很符合双双的要求，并且欧阳在看了双双的视频后，立刻被他活泼开朗的性格所吸引。我今年30岁了。那天我看了看自己在手机软件上的记录，我就发现，天哪，我竟然11年没谈过恋爱了。当我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之后，我决定直面我的欲望。我首先要大声的说出来，我想谈恋爱，我就是想谈恋爱。很快到了两人约会的时间。约会之前，双双先是为自己打印了一份个人资料，这从另一面也体现了她的细腻之处。而就是这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却给男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对资料是吧？对，然后我就根据那些问题，我也填了一同样的就是回答。OK， 看得出来，理科班出身的欧阳还是显得有点拘束，不停地喝水来掩饰紧张的心情，而双双则表现得落落大方，并且有意无意地找话题去缓解尴尬的气氛，因此两人的聊天也渐入佳境。交谈中，两人发现双方都喜欢追剧和看书，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爱好，这也更加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特别是欧阳的性格温柔且真诚，给双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开心。是吗？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次成功的相亲。双双对欧阳相当的满意，而欧阳也同样对双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。接下来两人便开始了疯狂的约会模式，他们一起射箭做手工，尽情地享受着甜蜜的快乐时光。双双对欧阳的细心和对待事情的专注度颇有好感。就这种理工男啊，他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那种专注的那种样子也很帅。
即便回到家中面对闺蜜的镜头，双双仍然难以掩饰自己快乐的心情。完蛋了！干嘛？被丘比特之箭射中了？恋爱的感觉总是如此甜蜜，双双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春萌动的18岁。嘴角总是忍不住微笑，哇，这句话好经典。爱情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，但是随着两人接触的越来越多，双双注意到一个很微妙的细节，她发现每次约会，自己都是占据主导地位，欧阳从来没有主动约过她。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或许欧阳并不是太喜欢自己，一种不安全感油然而生。双双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红娘，红娘也发现了问题所在，于是找到欧阳试图探寻他真正的想法。欧阳的回答也恰恰印证了双双的敏感不无道理。整体的感觉就是双方虽然处于一种很坦然很真诚的一种交互的过程，但是我又觉得好像少了一些心动的感觉吧。双双虽然渴望得到爱情，但也怕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。针对双双的问题，红娘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。我也有个小女人的那种概念出来。我明白了，非常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加分对我们的情感。对。随后两人的一次约会，双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小女人，从没化过妆的她也让闺蜜的眼前一亮。两人肩并肩来到公园，找到一块草坪享受着春天的阳光。双双则趁机小心地试探起了欧阳。你觉得这句话说的对吗？哪句啊？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是。欧阳怎么会不明白双双的用意？此刻他也意识到双双在他心中的地位，但毫无恋爱经验的他却不知道如何去表达，只好通过栏目组的镜头吐露心声。我也可以很明确的说，我其实觉得自己开始喜欢双双，我觉得我开始有在珍惜双双。互相打开心结的欧阳和双双感情迅速升温，在此后的交往中，欧阳也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。牵手吧，是亲了谁？双双虽然相貌平平，但从不缺乏追求爱情的勇气。爱情也绝不仅仅是局限于肉体和物质层面，更是精神层面的共鸣和交流。只要你勇敢一点，靠近一点，也许爱情就真的离你不远了。大家说对吗？